我现在来到了世界的中心冈仁波齐。这座高达6638米的雪山就是冈仁波齐，在藏传佛教、印度教、耆那教、本教中被共同认为是世界之轴。地方太漂亮了，昨天看到它就一直在起鸡皮疙瘩，感受到了一些来自冈仁波齐的召唤。据说上千年前，源自对神山的敬畏和崇拜，就已经诞生了围着冈仁波齐转山的修行仪式。在佛教徒心中，转山可洗净今生的罪孽，因此每年的5到10月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来到这里转山。那对一个普通人来说，转山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带着这个疑问，我出发了。第一次坐西藏航空，我们现在从成都飞拉萨，然后特意选了窗边的位置，据说等下可以看到很多雪山。从成都飞往拉萨的路上，能看见7782米高的南迦巴瓦峰，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。但接下来的第2段飞行，就只有少数人才能挑战了。现在是早晨5点半，我来到了拉萨机场，我待会儿6点55飞阿里。那么这张机票据说就是国内最贵的航班，从拉萨飞往阿里。然后这条航线很奇怪，它常年是不打折的，经济舱就是全价3000出头，商务舱全价是9000出头。拉萨如果要开车去阿里的话，需要开1300多公里，不停要开18个小时。我的妈呀，还是坐飞机好。所以我们一起看看这趟航班有什么特别之处。我说的挑战其实不是指价格，而是剧烈的海拔爬升。昨天刚从海拔440米的天府机场来到3570米的拉萨，紧接着就要飞到4274米的阿里昆沙机场，这可是全世界海拔第4高的机场了。屏幕前的大家会选择这样的航班吗？我觉得如果完全没有适应，直接飞绝对会出问题的，因为我之前刚好在格聂那边就还行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早晨的航班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看到日出。现在外面的天终于慢慢的亮了起来，好多雪山呀，外面应该是最近比较冷，西藏这边山区下了雪，我们只要稍微再等一会儿，天更亮就能看得更清楚了。哇，我怀疑我刚刚看到的那座山是冈仁波齐，就是一片山里面它最高，然后它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。感觉坐到这儿，我觉得这个航班还是挺值的。说实话，这么高的高原都能有飞机，然后旁边的景色这么棒，而且还是在日出的时间。通常机场都是建在大城市附近，而昆沙机场附近最大的人类聚集地是狮泉河镇，这里距离印度和尼泊尔都不算远，是名副其实的国之边境。所以下了飞机坐到车后，我就赶快在机场附近的加油站里置办物资。我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面前的这个远处的雪山，走到这边可以非常清晰的感受到这个边境的感觉。我去买点东西，这就是在这个加油站里面可以买到的东西，还挺丰富的。其实一些零食，然后一大箱水，一点饮料。OK， 出发。抵达昆沙机场后，开去冈仁波齐虽然只需要2个半小时，但我决定在正式转山前，还是先适应一下当地的气候和海拔，去更高的地方激活红细胞的携氧能力，晚上睡在低海拔一点的地方，保证睡眠。哇，这边真的是好荒凉啊！海拔太高了，都长不出来什么植物，只有这样像戈壁滩一样的一些小小的灌木。现在的海拔已经轻松的来到了4600，看一看待会儿我会经过的海拔最高是多少。大家看，我现在身边已经出现了积雪，还没有化完，然后面前的这座山上雪还挺多的。我的海拔已经来到了5000，不开玩笑，一下子上到这么高的海拔，我都有点感觉了。
停这边吧，这个地方感觉可以，很漂亮。哇塞，这正对着这边的雪山。哇，高原的天就是好纯净，好蓝好蓝。然后我就是从底下那个沟上来的，这边绵连的可以看到它的降雪。那么是时候揭秘了，这里的海拔是多少？我来看一看。当当，这里的海拔是5220。开玩笑，真的这个挺高的了。即使对我来说，到了这个海拔，我也还是有一点点感觉。说实话，你能明显感觉到头稍微有一点点晕晕的，但是好在现在还没有头痛。我们这边待会儿来测个血氧。从小就在课本上学到，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，而这里的公路更是能修到5000多米的海拔，将冈仁波齐、珠穆朗玛这些神圣之地连接人间。不仅如此，西藏公路的总里程超过11万公里。铺装率也超过90%，这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奇迹。我来测一下我现在的血氧，血氧没变哦，还可以哦。基本到这边静息心率现在就升到90多。这一路我翻越雪山垭口，也途经独特的土林地貌，最终抵达了冈仁波齐山下的神湖玛旁雍措。这里呢是玛旁雍措的旁边。牛牛们非常开心的在吃草，我这边真的是超级开阔。现在这段呢是我相机带的最长的镜头，70毫米拍摄的。然后这个牛牛它在看我，来，我来给你来张帅照吧，把你和阿姆纳尼峰拍在一起吧。哇塞，哇，这个200毫米太溜了。啊，这只牛牛好像对我很好奇，我来给你来张照片好不好？用哈苏给你来张照片。哇，多可爱！牛牛，我给你来张特写好不好？我发现这个手机镜头还挺有意思的，真的。哇塞，这个200毫米可以拍这样的特写。来，我现在坐在了这个地上，我要拍一张稳定的200毫米的10倍远的这个 X 喷。远处的最壮观的雪山就是冈仁波齐了，而湖对面的是圣母之山纳木纳尼。传说他们在这片寂静的高原上相爱，但不被成全，于是流下的泪水就汇聚成了这片广阔的玛旁雍措。如果你也来到这里，一定能体会到阿里的开阔和纯净。日落时分照在脸上的阳光尤其温暖。现在在西藏，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阿里这边的日落。因为刚好这一片是一大片平原，然后旁边都是起伏的很高的雪山，太美了，真的非常的纯净。这边的山头上还有最后一丝红光。如果你也来到阿里，那看到太阳落山之后，千万不要着急回酒店，只要再等上40分钟，就可以看到你这辈子见过最佳纯净的、最纯净的风景。现在天马上就黑完了。大概呢，还需要再等1个小时左右，然后银河会从正中间升起。摄影总是可以让我集中注意力，不去想高反的事情。OPPO Find X9 Pro 搭载的第4颗单匣镜头，可以更好的辅助色彩还原，拍下这些多彩的暗光照片。哈苏超清模式2亿像素可以拉近我和雪山的距离。晚上入住的塔青海拔4700米，只要能安然睡到1晚，那就说明身体适应良好，就可以尝试转山了。OK， 终于到了开始转山的早晨了。然后呢，因为转山的平均海拔都在5000米左右，最高点会到5600，而且全程50多公里，要在2天内走完，非常的高强度。
所以呢，我没有带相机，尽可能的轻量化，所以我带了这台 Find X9 Pro， 它可以拍摄 4K 30帧、120帧的 log 视频，然后拍照片的话有2个5000万像素的主摄，还有一个2亿像素的长焦，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轻量化，留更多的精力在享受这个转山本身和拍摄的经历上。OK， 我的转山之旅开始啦！现在入口的海拔是4670米，所以就按照昨天我们从那边看到的，会从这边先走进去，然后绕到冈仁波齐下面的那个山沟里面再走进去。现在晚上的气温能够到零下8度左右，但是白天有阳光直射的时候，真的还蛮舒服的。诶，入口就有转经筒诶。哦，他们徒步就是手提个塑料袋。今天呢是10月13号，可以看到转山的人已经不是特别多了。藏族的同胞好像都是非常的朴实，背一个小包，2个小杖，手上提个小塑料袋。这是的，嘿嘿，热了，热了，嘿，拜拜，拜拜。哇塞，我觉得他们的笑容好纯净啊！就是你跟他说扎西德勒，他回头看你的那个笑容，我想起来之前有听上田一彦他的一个播客，就是他到西藏这边来拍，他说拍到了觉得世界上最纯真的笑容。我觉得我刚刚就看到了这样的笑容。扎西德勒。哇塞，大家看，面前的就是冈仁波齐，露出了一个山头。在这一次的转山里面，应该可以从非常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冈仁波齐。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登山的人嘛，我觉得认识一座山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，可以徒步、开车下去看一眼，也可以登山。而来到冈仁波齐，最棒的认识它的方式应该就是转山，可以看到它的不同的面。哇，这是我见过最大的玛尼堆了，这么大，这旁边小石头估计都被捡完了。这些刻着藏文的石头叫玛尼石，读出来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Om Mani Padme Hum。每块石头都代表着某位朝圣者的愿望与祈祷。通常都会感觉到西藏的颜色比较的单调嘛，但是搭配经幡，哇，才是最棒的色彩。拍一张。哇塞，没想到今天还能看到一步一跪的去转山的。这样转山的难度最大，对佛教徒来说也最虔诚。跪拜1圈相当于徒步转13圈的功德，但据说要花费15天。哇，这还有这么小的小孩在转山呢，太厉害了！扎西德勒，你几岁了呀？8岁了也转山哦？这是你第一次吗？8岁，好，加油！我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补给点，现在差不多中午12点钟，可以吃午饭了。走到这边差不多7.69公里，1个小时49分钟。这边的补给站都是这样的铁板房哈，住宿、商店、茶馆。看这边有什么吃的？阳光是真的好。一碗泡面，1罐可乐，15还可以。感觉很久都没有吃过桶面了。每年从6月到10月为止，大约沿途每6到7公里都会有这样简单的补给点，所以转山的人不需要携带沉重的露营设备，尽可能的轻量化才能提高成功率。现在大概是出发之后12公里，这边是完全看不到神山，神山应该在这个后面。现在距离我出发过了4个小时，刚刚好走到17公里。不开玩笑，走到现在是真的觉得累了。现在海拔4900，马上到5000，然后呢，你的腿一直在重复做这么一个动作，在这海拔也慢慢越来越高嘛，真的是累。现在感觉我的大腿盆骨里面的肌肉都有点酸酸的，
人会觉得有点飘飘的感觉。现在我觉得转山对我来说，绝对也是一场试炼。哇，不知不觉就走到冈仁波齐的这个面了，而前方也就快到今天的住宿点了，止热寺。然后这边是止热寺本寺，这边好像条件会好一点。真的好累，我现在只想先躺一下。哦。你好，现在开了吗？开业了吗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一个人。对，一个人。不好意思，一个人没有。一个人我们的房间里面不能睡，一个人睡必须。不安全吗？不安全。哦，怕人睡出问题是吗？对。有点尴尬呀，一个人他不让我住，我的天！我只能现在在路边拦人了。只要是一个人的，我都可以问一下。发现目标，等他过来。Hello， 哥们儿你好，就你有订住宿吗？那个酒店好像是条件最好的，但是他不让一个人住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拼一间房吗？因为他怕人睡出问题来，这边海拔比较高嘛。啊，你有2个人，还在后面是吗？啊，好吧。我给你拼一个。啊，可以吗？刚说出来，他说一个人不给住。行，那咱俩拼吧。行，谢谢大哥。好吧，我找到人了。我们2个人住。我们2个人拼一个，可以了吧？不容易吧？一个人160。好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冈仁波齐的住宿了，还是相当不错的，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。然后我睡这边这个床，从外面真能看到深山，看着大家最后一段都比较的煎熬。你从哪边过来啊？我江苏的。那我挺好奇的，能问一下你们吗？你为啥来转山呢？我在几年之前，我系统的学过这个藏传佛教。哦。完了，我就一直想过来转山嘛。那因为您学的是藏传佛教来转山，所以其实转山呢能够洗去今世的罪孽，然后呢，就是下一辈子会过得更幸福，是这样吗？是的，反正人有信仰终归是好事。在和大哥拼房的不久后，又迎来了2位室友，是一对夫妻。他们和大哥一样，也是因为佛教信仰来转山，但状态看起来都不太好，平时也没有健身的习惯，也没有提前适应海拔。说实话，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们转山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。哦，酒店里边有这个吸氧的 corner。啊，现在快日出了啊！大家看，哇塞，超绝的，有没有？我现在要爬到前面的这个小山坡上，上到这个台子就可以拍得更全的日照金山。哇，太绝了！这个，它这个变化好快啊！对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很难相信冈仁波齐从背面看这么陡峭。哇，日照金山太壮观了。早晨，转山的人们纷纷来见证日照金山，碰巧看见这2位身穿红袍的僧人，我鼓起勇气帮他们拍了2张。圆满了，看到了冈仁波齐的日照金山。虽然昨天，后来我也觉得对自己很没谱，像晚上基本没睡着觉，但是人就很坚强，这样的环境下也能够恢复体能。我觉得今天我又可以了。最让我震惊的是，昨晚血氧已经降到60的大哥和那对夫妻，居然也坚持爬上5600米的垭口。啊，碰上大哥了，这确实好累，加油！还有100米海拔就到天堂了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走吧。走。哎，可以一步跨大一点点，然后走慢一点点，就不要急。
然后现在这边就是在爬一个大坡，检验自己的时候到了。我觉得现在我把这场转山看作对自己的一场试炼。嘿嘿嘿！哇，垭口这里好震撼，布满了冰霜。Hello， 哇塞，在这里见了。哇，刚好骑个半小时，我们现在到达了卓玛拉垭口。转山之前，我把这当成对自己的一场试炼，试探自己体能的极限。这一路过来，我都在问偶遇的人，转山的意义是什么？有人说是赎罪，有人说是还愿，也有人说是为了让心重新安静下来。可当我站在垭口，风从雪山那边吹来，我忽然觉得，也许转山并没有标准答案，它不在经文里，也不在别人的嘴里，它藏在每一步喘不过气的路上，藏在那些仍然坚持微笑的人身上。我想起大哥跟我说的一句话，都这把年纪了，活得尽兴一点。也许转山的意义就是这样，用力的走，用心去看，让这一生尽兴而活。人生第一次走路走到脚麻，脚麻了，亲娘嘞！哎，我现在觉得脚和腿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，我现在在靠惯性走路。哇，没想到直接搞到了傍晚，终于回到镇子里了。哇，终于转完了47.32公里，我的妈，14小时14分钟，炸了！恭喜自己，终于转山结束了。但是真的没有想到会转得这么崩溃，会变得更强的。